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山里面到处转，找寻一些没人居住的房子。前些天有个当地的大哥，他打了我的电话，他说老家有一栋木房子，常年都没人居住，房子空着，挺可惜的。当时和他爱人一商量，准备呢让我去拍个视频，看有没有合适的有缘人给他来看管一下房子。当时在电话里面说了不要租金的，但是后面这个大哥和爱人一商量呢，他就觉得不要租金，可能别人住在这里不安心，住个10年20年，别人可能会对房子进行简单的改造，到时可能投钱进去也不要租金，到时可能呢就会出现一定的纠纷。那大哥商量了之后，他们就说那就每年付个800左右就可以在这里入住了，20年呢也就1万多块钱，价格并不贵。整个寨子呢有10多户人家，绝大部分呢都是木房子，当然呢现在条件好的也修建了砖房。寨子非常的安静，距离县城呢有15公里，距离镇上有5公里，交通倒是非常的便利，车子呢是直接可以开到家门前的，相当于可以到院坝的位置。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院子，来看一下房子的左手边呢，这里有一块空地，将近呢不到1分地，现在已经是给它开垦出来了，都挖好了，马上呢要种上一些蔬菜、辣椒之类的。这个呢是邻居家在这边种的，他们一家呢都在外地打工，常年呢是不回来的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家院子门前的景色了，开门见山，门前的视野特别的开阔，对面的大山风景呢是一览无遗。然后在大山的山脚下有一条小溪，基本上常年都会流水的。小溪里面呢小虾子，然后那种小螃蟹特别多的。对面呢零零散散的也是一个寨子，也是住着几十户人家。像这样的农村大山里面都是非常的安静，老百姓呢也是非常淳朴的，很容易打交道。其实在这里呢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，之前呢我拍了很多空着的房子，当我们有人要过去看房的时候，房东呢会临时的去涨价，我就和这个大哥我说清楚了啊，这个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他说没问题，本来都是不想要钱的，但是他就觉得别人住着不安心，收一点点，让他呢把房子改造一下，他可能愿意的去做，住个20年，他也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。你看这个院坝呢没有多大，大概也就50-60平左右，都是做了水泥的硬化，挺安静挺不错的一个小院。房子的2侧呢都有空地，那边我们说有个不到1分地，在那边呢一大片的竹林都是他们家的，开垦出来就可以种菜，然后那边的竹林也可以养鸡养鸭，养在竹林里面。看这边还搭建了一个雨棚，如果我们自己有车开回来停在这边，平时呢都不用淋雨的。这个雨棚呢也挺好，放上一个可以移动的一个柴火灶，有朋友过来在这里炒炒菜，大家在这里一起聚餐吃饭，很不错。整个房子呢总共只有3间木房，中间是堂屋，两边是卧室，那边有个厢房也是厨房。房子呢基本上是不要过多的装修，打扫一下卫生就是可以拎包入住的。当然呢我也看到屋顶上的瓦片是有一些漏雨的。剪瓦的话，刚才我问了当地的大叔，他们说大概1500块钱左右就可以剪瓦了，相当于这栋房子如果不加讲究的话大概投资也就1-2千块钱就可以入住了，自己买一些家具，买个床，可能买台冰箱就可以了。像这些椅子这些桌子把它打扫一下抹干净就可以使用了，这些都是主人家以前在这边生活留下的一些生活物品。这边上呢就是一个卧室了，这个卧室呢也没有多大，不到20个平方左右吧。以前呢是一个主卧，窗户呢留的比较小，所以透光性呢并不是特别好。这边呢有床有衣柜，看都是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设施吧。对面呢做了水泥的硬化，打扫一下卫生，把窗户呢给它开大一点点，
我觉得这样的房间住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现在我们继续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去看一下。其实房子的两侧都有这个房门可以通往房间的，这边呢就是一个客厅，整个客厅和房间一样的，没有多宽，也就20来个平方左右。一般像我们湘西这边的房子都不会住在2楼，都住在1楼。但是呢，每家每户都有这样的一个木梯，可以爬到2楼去。2楼如果稍加的改造，做一下隔热，也是可以做房间的。但是我们当地人呢，都喜欢在2楼堆放一些杂物，所以说基本2楼没人进去了。那从这边呢，也是有单独的房门可以进入这个卧室的。看，从外面呢也留了一道房门可以出去的，很方便。那这个卧室呢也差不多20来个平方左右，有床，有被子，那边还有衣柜。这个楼顶呢做了一个实木的吊顶，比较简单。当然，像这样的木房子呢，看起来到处漏风，实际上呢，它是一种冬暖夏凉。因为我们知道木头呢，它是有起到保温的效果。其实到冬天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，你也不会感觉特别的冷。这边的海拔呢，我觉得也差不多刚刚好，差不多是400米左右。房子呢，坐东北朝西南。这一间就是厢房了，他们家呢以前是用来作为厨房的，这是砖结构的。相当于这是一栋砖粉加上木头组成的一栋房屋。这个厢房呢倒是挺宽的，但是没有收拾，里面呢很杂乱，很多物品，像这些给它清理出去，稍加的收拾一下，自己砌一个柴火灶台，在这边呢作为一个厨房是很不错的。当然，如果在这背后呢给它建出一个单独的卫生间也是挺好的，直接买一些砖过来砌一个卫生间，也不要花多少钱。旁边的这片竹林也是他们家的，在这边可以养鸡养鸭，大概有2分多地左右。其实他们家的地理位置算是挺高的，站在院子呢可以看到基本上门前所有的风景了。然后这边呢有村里面统一修建的一个卫生间，当然在这边做淋浴的也是可以的。旁边的这块竹林呢，好好的利用一下，也是挺不错的。贝贝啊，这房子有好多年没住人了。这个啊，啊两三年。2、3年。这个是你侄儿做的？这个是我侄儿做的。他们在哪里买了新房子吗？他没买新房子，他保进他是煤矿的人，煤矿起的有屋的保进。哦，相当于单位里面给他起的有屋。给他起的有屋。所以这个房子如果有人租的话，20年左右他会不会回来？那不会回来。他都不会回来了。他回来，他保进又有屋，他做到好多。哦，那是的，那边有屋他就不可能再转来了。他在这里他又不好。所以房子空得起挺可惜的，没得人打理哦。我看屋顶上也开始漏雨了，还是要有人住有人打理才行。漏雨没人做嘛。他起的4、5年了。起的4、5年了啊。4、5年了。可以。那有人需要我再联系你们啊。你联系我嘛，你给俺全做主了。这个房子通水通电没？水电得通没？水电得通。哦。水电。可以。我水大不3件水啊？3件水吗？3件是水晶出的。哦，水晶啊。水晶出的，他那边去了，水远，接的远。可以。2块钱一方水。可以。刚刚和房主的叔叔我们聊了会儿天，伯伯告诉我说，这栋房子是他侄儿的，他们一家呢已经到保定县城去居住了，去了4、5年，一直呢基本上很少回来。房子呢开始漏雨了，如果没人居住没人打理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如果最后倒塌就太可惜了。所以呢他们找到我的目的呢也说得很明确，只要有人过来愿意打理，怎么都好商量。那这样的一栋房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喜欢的记得给石头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